怀疑是不是太差了？我就是那种很容易自我怀疑，然后逃避面对的人。来了上海这么长时间了，我是因为觉得自己英语差，不敢和外国人说话。但不是说真的差，英语还可以高考，但就是自卑。我在想，我是上海本地小孩，我小时候见过外国人，我长大肯定落落大方。我说 homie， they tell neighborhood right？ homie 哈，因为我是活死人。我哪管是省会小孩呢？我小时候见过外国人，我妈也会自信地推着我去背英语课文，对吗？新概念 ，Last week I went to the theater， 快点，张嘴，别逼我干你，快点。但我是农村小孩，我小时候见过外国人对我们来说只能是侵略者。在农村见着外国人是我一生的阴影。在老家见着2个白人，我说这是啥呀？怎么了？八国联军撤退没通知你啊？怎么东西拿到大英帝国博物馆给你俩落下了？我妈让我去说话，我能说什么？我说兽首是中国的。他说哥们儿，我也是中国的，我少数民族。还是来了上海，因为自卑感到落差，就是来了上海才意识到，原来英语是一门语言呢，它怎么能拿来交流呢？我们的英语只是一门学科，落在试卷上，还交流？我们的英语学的跟捧哏似的，最多保证话不掉在地上，还什么听说读写，我们就是嗨，没听说过。天天读写，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人还是个硬盘。啊，不是说为了抖一个谐音梗，是因为我们那年黑龙江英语高考英语不考听力，不是说真的不考，就是播放但是不算分儿，高考当白噪音放。我们训练的不是如何听懂外国人说话，训练的是如何在外国人说话的时候屏蔽。专心干自己的事儿，快点！阅读理解，写作文，快点！长大了，外国人说话不是听不懂，听不见。一听着外国人说话专注。出国都没有工作，特别适合给外国人做美甲。叭叭说2句话，给手指甲当答题卡涂满了。只能做美甲，不能纹身，因为忍不住想写作文。回家一照镜子，后背是地儿里滑。英语学得很尴尬，对吧？精通掌握，因为成绩还可以，但是绝对不会主动使用。英语学得跟核武器似的。朋友还问呢，说你会不会？我说会。他说那你说呀。我说还没到时候。我方不使用，但掌握英语威慑。别说英语了，来上海中文都快不敢跟别人说了。前2天在路上，一个闯红灯的电动车把我撞了。不是撞的这个，把我撞了。当时我挺生气的，因为我占理。我说你闯红灯是错的，你道歉。他理直气壮。他说我在闯红灯的时候故意站在路中间，我没有父母。说我在马路中间站着是为了投胎见我的父母。给我一顿骂，在他眼里边我是一个恶意撞他的孤儿，我是个肇事孤儿。对我进行疯狂辱骂，脑子已经空白了，只有一句歌词说他在朝我扔泥巴。已经迟缓了，场面特别像是植物大战僵尸，我是僵尸，他那嘴里全是植物啊。我当时就看着他，我说这个世界是不是就不需要规则呀？因为他说着说着，只有我们这种感觉伤害我们，只有我们这种自卑的人才需要规则。说着说着来了一句啊，红灯剩3秒就是绿灯。他说，那你阳寿剩3年就能埋了吗？
我就是觉得，怎么有的人狂妄到就可以修改规则呢？你没有办法说服他们，很难。难道说服？当年我们老师让我读说服，但说服从来没有真的读过说服。人怎么能修改多音字呢？这不是欺负那些没有人撑腰的多音字吗？有人撑腰的怎么不欺负呢？啊，单依纯。那粉丝不骂你吗？你搁那犟嘴，哎，如何呢？又能怎？我就是觉得这个社会任何角落都需要规则，这是我们自卑的人的堡垒，甚至别人家。我受不了一去朋友家是吧，当自己家一样，我不能把这儿当家。我真把这儿当家，我就把你撵出去。我不喜欢别人来我家。当时有2个发小来上海看我，当时就是假客气，我说你们2个随便坐。一个哥们儿开始翻我的衣柜，另一个翻我的冰箱，我往那一站，像个中介似的。我这从东北来看我，还来看房的呀？怎么直接拎包入住了？然后2个人吃会儿外卖，一个哥们说在这住吧，另一个说好。我说啊。2个人躺在我的沙发上抽烟，很过分，但碍于情面，只能小小的报复他们，在他们抽烟之前拿走他们的火机。做到这种程度了，他们才被迫用燃气灶去点烟。拿完之后，觉得自己很无助，感觉自己特别像是印第安人。有没有可能当年印第安人也就是客气了一下？和第一批下船的欧洲人说，你就当自己家一样。他们直接拎包入住了。印第安人往那一站，欧洲人说，在这住吧。另一个欧洲人说好，印第安人说啊。印第安人实在没办法了，才在每年感恩节的时候拿走他们的火鸡。我真的觉得自卑的人的底色和印第安人是一样的，我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都不会说英语。第一次在老家见到白人，都是我们一生的阴影。我们就是站在那里不动，他们向我们走来，我没有办法说服他们，但是我希望能永远说服自己。谢谢你们。谢谢于博的表演，喜欢于博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掌声再给于博。哎呀，演完了那么好，怎么样？就是刚才在上厕所的时候，备采间那边有个铁桶，原本那没有铁桶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一脚踩桶里了，踢到铁桶了，然后手指就摔脱臼了，就紧急接了一下，然后赶紧回来，说是我不想耽误这场演出，但还是中间耽误了大家时间了，对不起，不好意思。没事，观众也丝毫没有同情你，笑得可开心了。这边有一个观众，他手上那个冰棍是他自己吃的吗？他们绑得特别草率，当然绑成这样，我说回来，我说是不是麦克风得戴在这儿啊？这是什么造型啊？得唱跳的眉飞色舞，好古典的一个韩国女团的唱法。但演得很好，为你开心。上台的时候还是心有余悸，因为第一次接手指，然后腿还是抖着。这就开了金手指了，这就。我记得你俩先拍灯的时候，拍在活死人上。对，他 Q 了2遍活死人。第一次我原来以为是 Walking Dead 的梗，对不对？第2遍是 Walking Dead。然后因为我听到2次，我就说这个我一定要拍下去。你知道吗？你就换一个链子，再戴一个墨镜，你可以去隔壁直接参加比赛，你样子看上去非常像一个 rapper。这个于博也太帅了，他是 rapper 吗？然后我可以从老师您的这个作品里，听到就是很多很相似的精神吧。我觉得就是 rapper 里面的那种自我守护、自我守恒的一个支撑自己力量的一个精神，就是未来路会很长，你来的路也是可能坎坎坷坷，但你总是会把最正向的能量托举你自己，就一遍一遍的把这些原来不怎么好的境遇变成了一个好的境遇。哦，谢谢哦。主要他这老跟要结印似的，我也不知道。对，我特别担心上来本来要比 Walking Dead， 我说这是 W 吗？这不是1汽大众吗？这不是。我想问问这个小兄弟，你是这个手受伤了，你脖子也受伤了吗？我脖子就是天生短。还于博，
虽然你的说话的语气铿锵有力，但是你的这个姿势就是观感上就没有那么的强，就是演出我们要直起来。哎，他直起来头就去后边了，好像。谢谢，非常感谢我的康复师，感谢。我觉得别的都挺好的，认真的。我其实他刚才有一点特别打动我，就是关于多音字那事儿上，因为我们从小学了很多多音字，然后一遍又一遍的，小时候又还有改错，就为了记住那个现在是错的音。然后我好不容易都记住了，然后我还会笑话那些念错的人。现在你说他们对，就我白记了。说服啊，对啊，什么给予一骑红尘，对，做记的，这对啊，都是现在我白学，现在我不对了，我不发言了，我怕以后这还不对。其实这个当时写的时候有点想展开聊，因为其实很多本来想就是展开说怎么人多势众还能改变这个东西。就是之前看了一个故事，说是熊猫原本叫猫熊，但是传到了欧洲，他们不会从右向左读，就改成了熊猫，把现在真正的熊猫叫小熊猫。我就觉得欺负人，我特别喜欢为那种什么少数的多音字啊、小熊猫啊发声什么的。那要这么说，那应该没有，应该叫阿德南普。因为他得从后往前念的英文嘛，不是的。哦，还是您哦，我英语不好嘛，对不对？我觉得于博身上是一个，他这个气质非常冲突的人，他身上有一种又怂又刚的气质，就是他的观点都非常的刚，但他整个人物又非常的怂。就还行，我只有在演出的时候就感觉自己说的话才有人听。然后就会觉得这是属于我的话，你们听就好了，接收就好了。但是，一旦下来，会觉得还是耽误大家时间了，就那种。我觉得你的人格里可能有这种比较冲突的部分，就是你还是有一点比较需要外界给你力量的那个肯定的东西。如果外界没有给你及时反馈，你可能就会有一点散掉。然后你今天的整个讲述的文本，我非常喜欢。其实本质它讲的是同一个东西嘛，就是那些不懂拒绝的人其实并不是没有意见，是要关注到这些人他有真实的意见跟态度在的，所以这整个是一个结构很完整，然后就是很有张力的一个内容。谢谢老师，段子里不也聊了吗？上一轮把复活金牌咔嚓就给用了，这个事儿确实影响很大，是吧？就是输得很丢人，所以这把绞尽脑汁想了很长时间，想了不同的载体。好嘞，谢谢于博的表演，于博也是获得了气氛组的4票。那同样的规则，当前的最高分的演员将直接晋级下一轮的比赛，究竟会是谁呢？于博这篇挺好，而且这小手指头这么一绑，灵感还来了呢，梗也密，然后角度也好，又回到了他第一期那个巅峰状态。于博至少185、188。我们请看大屏幕。哇，这么高！恭喜于博194票，成功晋级，请直接前往晋级区就座。就握左手吧，握左手吧，握左手吧。太牛了，我觉得这就是一雪前耻啊！于博这个3段太不容易了，他真的应了他那个专场的名字，就是死地后生。于博这场真帅，他那个带劲，已经有种你在听音乐节的感觉，把我们社团的风采展现得非常好。于博这天降素材，真的脱口秀演员就是这点没人性，你知道吧？就是哪个演员怎么地了，马上就说你小子又有素材了，全是这种。当时得190的时候还挺爽的，因为我从来没在这个舞台上得过190，可能爽了一下，就爽到在晋级区能一直坐到那儿，整个人就回归现实的感觉。因为当时发生事儿太多了，其实就出来就特别平和了。Yes。那我们下一位要上场的朋友，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他了，因为他茁壮的生命力。我们掌声有请嘻哈。Hello， 大家好，我是嘻哈。欢迎大家，我给大家做自我介绍，我是一个空姐，看得出来吧？听得出来气血很足哦，应该看得出来，感觉到不好欺负啊。但我刚刚上班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客舱服务，我站着发水，我就感觉我的屁股一直在被人摸，
我当时都懵了，我本能反应转过去就是，你摸我屁股干什么？当时我声音很大，所有旅客都看向了那个旅客，他理直气壮地端着一杯水说：“我没摸呀，我叫你帮我加杯水。”我说：“你叫我加水可以按呼唤铃，你按我屁股干什么？他也不会亮。”同事说：“你声音好大，你就不怕他投诉吗？”我说：“哎，我被摸屁股，我还不能声音大？再说他能投诉什么？下去就被投诉了。”他投诉我说服务态度不好。我领导问我：“你跟旅客说什么了？”我说：“我屁股不亮。”领导说：“你怎么能这么跟旅客说？”我说：“就是不亮啊，你的会亮吗？给我看一下。”经常遇到这类的事情。还有一次，我的一个小同事，一个小妹妹，在客舱工作的时候被一个旅客要电话，旅客说：“你不给我话，我就投诉你。”我想办法能要到你的电话，非常害怕，走到后厨房问我姐怎么办。我说：“我跟你一起去。”我走到那个面前，我说：“你是不是要他电话？你连我都一起要了。”旅客说：“我不要了。”我说：“你为什么不要？”他说：“我就是不想要了。”我说：“嘿，电话只想要一个了，刚刚发饭的时候餐都要2盒。”哦，但这句话我没说啊，我怕被投诉嘛。后来下去还是被投诉了，他投诉我非要给他电话。前不久我闺蜜也是给我打电话，我刚刚下班不久，她给我打电话说她在一个工作局上，她的一个工作局上她走不了，让我过去接她。我到了之后，她领导突然站起来说：“哎呦，空姐来了，快点快点快点，空姐来了，快点，都在等你，来坐下吃点东西，都在等你。”我说：“都在等我。”我一看桌上什么都没了，等我干什么？等我来收餐。我刚刚下班又要上班，刚坐下，他领导就递了一杯酒在我面前。我说：“我不喝酒，真不喝了。”他领导说：“哎，你们空姐不是都挺能喝的吗？”我心想，什么叫空姐都挺能喝？你见到的空姐都是站在门口，您好，欢迎登机，15、20没有过，这样吗？没有吧？所以当天我还是压制着情绪，礼貌的跟他讲，我说真不喝了，领导，明天还要上班。我实在是不想跟他多说话，当时脸色也不太好看。只见我朋友的领导脸色一沉，拍了拍我朋友的大腿，说：“你朋友生气了？”我看到噌的一下站起来，你摸他腿干什么？当时我仿佛听到有人说了一句：“他声音好大。”但我就这么一吼，当时在场所有人目光锁定领导，领导一看就是老手，他举起他右边的老手说：“我没摸呀，隔着裙子不叫摸。”我低估了他这张老嘴，我气到浑身发热，汗流浃背。当时左边胸上的硅胶胸贴气到贴不住，咣的一下就掉出来了。我捡起来想贴回去，突然看到有一只蚊子飞到了领导脸上。应该有一只蚊子。就是有只蚊子。我抓着我的胸贴，一啪甩在他脸上，啪一声巨大声，当时领导都懵了。他说：“你打我干嘛？”我说：“没打呀，隔着胸贴不叫打呀。”我想跟他讲，这是一个女人宽广的胸怀拍在你不要的脸上。我手收回来的时候，胸贴依旧在他脸上，显得他脸皮更厚了。他当时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摘脸上的胸贴，一边摘一边看着我闺蜜说：“你朋友挺有种的。”你看，他连这句话都不敢对着我说，因为他知道我真有。而且他但凡有点常识哦，他就知道
这不是我全部的实力，因为我还有一个胸贴。回家路上，闺蜜就在车上担心嘛，因为她的领导跟我领导认识，会给我穿小鞋。我说可笑，什么叫穿小鞋？我胸贴都不穿。后来我朋友领导还威胁她，让她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不让她在公司说。好，我上电视上说。说出来是我该做的事儿，又如何是她该想的事儿？领导还跟我朋友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哎，我不退他也阔也空啊。凭什么要求我们心胸宽广，他怎么不注意自己的言行？哎，我们坦坦荡荡的胸怀都需要遮遮掩掩，他猥琐的大脑凭什么堂而皇之的带出来？我觉得不公平，我建议他出门带脑罩。爽啊！还有这个领导，如果你不想被骂，你就别做，对吧？如果你做了，你就别怕被骂。如果你觉得今天我骂的脏，哈，隔着屏幕也不叫骂。谢谢大家，谢谢嘻哈的表演，谢谢。谢谢。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掌声再给嘻哈。我在想，一般脱口秀演员其实不太被喜欢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你这个段子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今天是一个很有力的故事，所以我想先问一下，这个故事是？这个故事完全真实，并且本来之前想用另外一篇内容，然后我是跟内容组导演讲过这个事情的发生，整个事情经过，包括我的好朋友给我发的聊天记录也好，截屏也好，都会有。然后他们就特别支持我把这篇内容讲出来，所以这篇内容是一个全新的创作出来的。会有困扰吗？就是因为你肯定做了很多喜剧化的好笑的处理嘛，但可能故事的真实的部分会更。当时最大的困扰就是我不想再把它贴在脸上那个胸贴捡起来穿回去。其实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还好，没有什么困扰，因为我觉得面对这种事情，如果对方用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冒犯你的话，你就用他想不到的方式打回去。这才是我们大女人该听的。我很喜欢您的表演，谢谢。对，我觉得你超级有态度，老师。Yeah 嘻哈，对，为什么叫嘻哈呀？其实我初中就叫嘻哈，可能是因为我性格原因嘻哈的嘛。因为我原来又学体育啊，然后读书的时候，反正就是不管什么时候我都嘻嘻哈哈，挺开心的。然后导致后来周杰伦出了一首歌叫《嘻哈空姐》，就他们都说是给我写的。真的有可能，我感觉。但他真的坐过我的飞机。你们好多人都坐过我的飞机，黄渤老师也坐过我的飞机，但我没说。我坐过你的飞机。对，但是那个时候你们肯定认不出我来。刚刚这个故事里完全没有我啊！你慌什么？哎，非要在讲这一段的时候说嘛？但庞博，你的衣服很亮。我是一摁会亮。我觉得嘻哈真的很像一个女侠。我觉得她就是，对，她身上有一种侠肝义胆，就你首先浑身充满能量，然后你又很能支持别人，你又很能共情，你又很有正义感，所以我觉得又勇敢又有正义感的女孩子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 Yes， 谢谢，真的，我觉得你能鼓励到很多人，因为在女性成长过程中被性骚扰这个事情，可能有的女生可能从很小就开始经历了，但是大多数女生会被教育的是不要说，好像有人碰了她，她说出来是自己不得体，其实不是的。如果有人冒犯到你，尤其是身体上的冒犯，你大声的说出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是这个人不对。所以我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女生，因为听到你这一段，可以在这个时刻更勇敢的去拒绝那些对自己的骚扰，这是很重要的事情。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每嘻哈的段子里总会有那么一两句发嗲的那种语气，我就觉得很好笑啊！真的吗？是不是？我觉得很好笑，就跟你前面那个很有气势的样子有一个冲突感，就感觉是有你的两个身份在互相对话的感觉，我觉得那个也蛮好玩的，那个人格有时候也可以释放一下。谢谢。刚才您一提这个嘻哈的秘学，我突然感觉他的风格特别像一位熟人，蔡明老师。为什么呢？
而且我越看越像了，现在。我的荣幸。因为他其实后来在那个小品舞台上那个风格也都是毒舌嘛，也是去怼天怼地嘛。而且我觉得嘻哈现在特别像在战斗机上当空姐儿，就是那时候都开战斗机了，特别好。因为在我们的舞台上，我觉得之前最有小璐姐应该也不算是侠性的，就是你是那种会怂，对，你会说这件事儿，但你绝对不像嘻哈这种就是。就嘻哈，就是你认识他之后，你会觉得人怎么可以活成这种自在的样子？对，因为平时我们比如说遇到这些事情，我当场是不敢声张的，所以你看到嘻哈这个自在茁壮的样子，你就很羡慕。她就是脱口秀爽文大女主，对，就希望大家都能活成这样。这可能是跟我成长环境有关系吧。我的家庭，他们告诉我的永远都是你根本不要害怕冲突，你就去解决就好了。然后你也不要去害怕你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从小到大我都不害怕去遇到坏事，也不害怕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如果我遇不到坏事的话，我就不会拥有解决坏事的本领。就不试试你怎么知道解决不了呢？是不是？对吧？女侠真的是女侠。听完这个故事就给我一个启发，就是女生在外头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对。我来讲一个小事，我估计讲完，我经纪人也会说找节目组掐掉之类的。曾经有个节目啊，就开拍前，然后呢就那个节目的女嘉宾，然后就我们就是掏钱的那个老板，然后就让我们一块吃饭。那老板说：“那谁你来坐我旁边。”我一看就不对劲儿，我说老板，酒桌上我是可以陪您喝好酒的，我又能喝，您放心，我坐您边上一定让您开心。然后整场我就在观察那个领导，我就怕他不开心，我觉得我处理的非常好。转过天来通知我就把我去掉了。不要了。当我往回走的时候，我昂首挺胸，我觉得我做了一件特别棒的事儿。你告诉我是什么？回头，我们全公司封杀他们。他们公司确实是一个很多人的公司哦。真的非常非常喜欢您，也欣赏您。然后您其实给所有人树立了一个，就是说这种仗义直言的形象。大部分人在生活里边是很少去做这种事儿的，但是您的出现会让更多人做这种事儿。非常感谢您做那些好事儿，有人记得的，有人记得的。太好了，谢谢。就感觉岳老师讲完之后，我就会有更加让我觉得今天来讲这个段子是有意义的，是因为我觉得像我闺蜜领导那样的人，她肯定不是一个人在做这样的事情，但当然也不是我闺蜜一个人在经历这样的事情。但是大家也要相信，这个世界上也不是我一个人在做这样的事情，还有台上的各位老师，大家也都可以成为这样的人。而且其实我们刚刚笑的也非常非常的开心，就是这不是一个只是为了揭露阴暗，告诉大家什么是正义，同时它真的非常非常好笑。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敬佩的一点，就是谢谢。我想再说一句，我觉得嘻哈不光是脱口秀适合你，空姐适合你，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去演戏。真的，我觉得你能演好戏。嘻哈本身就是即兴喜剧非常优秀的一个演员也。我觉得他很潇洒，很自如，就是他那个信心，就是我不管你怎么样，非常自信。有合适的机会您要记着啊。来，琳琳，来，天人姐，随时欢迎。谢谢嘻哈的表演，嘻哈也是拿到了气氛组的4票。同样，我们每一轮当前最高分的演员都将直接晋级下一轮的比赛，究竟会是谁呢？197、202、197，请看大屏幕。恭喜嘻哈199票，成功晋级。嘻哈这一轮，他把他本性里边那个所谓的侠女风范那个体现出来了，然后有时候甚至是不管自己境遇的帮助别人，这太了不起了。他小的时候就是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种，从小就这种性格。我们院子里面有个小朋友比他小，就喊娘娘姐姐，他小名叫娘娘。娘娘姐姐他们打了我，哪个打了走，他就带到去了。这个就之前鼻子这个地方被烫烂了的小狗，当时捡到它，第2天去医院的时候才发现，它这个地方就是从额头到鼻尖，就是那种烟头烫的。拉拉15岁了，是我在一个绿化带隔离带里捡回来的狗。这个猫咪叫张姐，当时是流浪猫，就应该有皮肤病。另外2只猫胆子要小一点，因为确实是被人弃养的。踩到我了，你踩到我了。好的，真的很乖。
前我妈妈跟我说过一个问题，她说这么多猫狗你救得过来吗？但我其实也想过，其实有段时间还是挺纠结的，因为我要去做这个事情，但是被丢弃的又越来越多。但是我觉得，虽然我救不了所有的流浪小动物，但是对于我救的他们来讲，我救的应该是他们的全部吧。请前往晋级区就座。好的，好的，我再说一句，就是因为我这个风格不一样嘛，接下来也是本场最后一位演员，他也是我的好朋友王悦。然后，但我希望大家保持这样的状态，然后你不要想更多的东西，就放松下来，然后跟他一起进入他的世界，可以吗？又帮助了一个人啊！谢谢嘻哈，请前往晋级区。非常优秀的成绩啊！那下一位也是这个拼盘的最后一位演员了。刚刚嘻哈也帮他托付过了，虽然经常他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大甜甜，但是今天大甜甜要和我们分享一些他是小甜甜的时候小时候的故事。掌声有请王悦。第三轮了啊，该讲点原生家庭了啊。哎，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是开小饭馆的，卖点什么包子、饺子、米粉、面条之类的。我们家的饭馆名字叫好好吃，只有我一个人听进去了。我每天都坐在饭馆里面好好吃，但我们家饭馆的生意还是一般，爸爸妈妈呢就是闲着是闲着，不如就吵点架打点架。饭馆嘛，也需要一些真正的人间烟火哈。我印象里面最深的画面就是两个人忙着忙着，突然就打起来了，从那个店门口打到后厨，两个人简直不知天地为何物。甚至有的时候就是你一盆肥肠，我一盆牛肉的互泼。我们店里面有些顾客明明点的就是一碗素面，吃着吃着就变成了臊子面。而且我是来了上海过后，我才知道你们这边管臊子叫浇头。我觉得这个叫法简直太对了。我爸妈就是这么用的，而且也是来上海待久了过后，我才知道你们这边管这个叫家暴。我觉得这个叫法简直太对了，因为我妈就没赢过。我知道你们现在很紧张啊，我当时的家庭氛围就是这么紧张。你们反正就紧着听吧，我松着讲啊。反正这些事儿，我觉得说出来又如何嘛，是吧？每次我爸爸妈妈一打架，我妈妈就会披头散发的跑回娘家。娘家人没有那么好惹的，马上就要选出一个代表，去讨个说法回来，就选了我舅舅。我舅舅长得跟我一样高，已经算是我们家里当时最高的了，看起来就挺好惹的。我舅舅每次来到饭馆门口，两个袖子往上一撸，站在门口大喊出来，那就是他那天说过最狠的话了。就两口子闹矛盾，家里面的人一般就是坐下来吃个饭，就当无事发生了。我舅舅本来还很生气，但他吃着吃着就开始晕碳了。讨回去唯一的说法就是这个回锅肉还挺有说法的。就我们家的日子就开始这样日复一日的循环起来了。妈妈一回去，舅舅就回来；舅舅一回去，妈妈就回来。我舅舅后来都三高了，所以我爸打我妈这个事儿，最难消化的人不是我妈，是我的舅舅。直到我4岁啊，问题依然没有被解决过。我舅舅趁着唯一一次还没有吃晕碳的时候，就悄悄地跟我妈说：“抛嘛，不行就抛。”我舅舅实在是不愿意吃回锅肉了，我妈也决定要跑，她就开始偷偷的在饭馆里面存钱。那个时候卖一碗面，她能存5毛；卖一笼包子，她能存3毛。所以有段时间，她经常就在店里面给客人推销面条。其实每个吃过我们家面条的客人都助力了我妈的逃跑计划。我都在想，幻想我妈妈逃出去那一刻，别人越狱是 freedom， 我妈妈出走 noodle。一个凌晨，像往常一样，我爸爸还在熟睡，我妈妈已经系好了围裙，从饭馆
从家里去饭馆的路上突然就消失了。我后来问他，我说你到底是什么契机决定要走的？他说当年有一部火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叫《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有看过的吗？有看过的吗？看过的你们也有点年纪了哈，你们反正。我妈确实太喜欢跟陌生人说话了，她不说话的话，饭馆的生意会更差。就这个电视剧把我妈妈一个艺人都听 emo 了，她看着看着就在想说啊，还能这么打？越往后面看越说，哎，还能这么跑？我妈跑了过后，其实我爸爸那边的所有3亲6戚都对我爸爸发起了直达灵魂的羞辱，就问他说：“你连你老婆都管不住，你算什么男人？他在存钱的时候，你到底在干什么？怎么可能就找不回来呢？中国就这么大。”我爸爸真的受不了羞辱了，他决定学习冯远征，亲自远征，去我妈妈娘家找人。其实我妈妈就藏在村子里。但村子里所有的人一看我爸爸来了，平时最爱扯闲话的几个大娘就靠在村口，你一句我一句的，几个人就，哎呀，那个跑了，跑到上海去了，不是上海，北京。哎呀，你们都搞错了，跑到美国去了。我爸爸听完过后说：“难怪我说怎么中国找不到啊！”我妈其实最后是通过失踪2年才成功的自动跟我爸爸离婚的，所以法院判决那天出庭的人只有我和我爸。我觉得我妈妈挺勇敢的，她的缺席让我第一次看见了一个看不见的女性，因为她知道挨打的她离不了婚，她就只能成为那个消失的她。我知道你们现在又紧张了啊，但当时法院的氛围就是这么紧张。你们紧着听吧，反正法官是松着判的，把我判给了我爸爸。当时他对着4岁的我说：“小朋友，你是想跟着爸爸呀，还是想自己出去单干呢？”我妈其实中途一直都有偷偷的联系我，所以在我成长的每一个重要的节点，我都有一个看得见的妈妈。其实我小时候并不理解她为什么要跑。我长大过后，我才开始真正的不理解，我都不懂他为什么不早点跑。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非要忍到我4岁你才跑呢？我妈说，她说因为我在存钱。我就问他去哪儿了，他说从云贵川跑到江浙沪，从大西北跑到北上广。我一听跟我去年专场巡演的路线一模一样。但我是背着包袱去讨生活的，我就在想我妈是怎么生活的呢？我觉得我低估了我妈妈。她是系着围裙跑的，一个系着围裙的女人跟一个扛着梯子的男人一样，可以随意的出入任何的公共场合。就哪怕是联合国开会，我妈去了，保安一看到她都说：“哇哦，包子饺子普利斯。”就算哪天他真的饥肠辘辘无处可去了，他甚至可以随机混进一个饭馆 ，cos 里面的服务员，自己给自己打员工餐吃，就被人发现了又能怎么样呢？跑嘛，反正从饭馆跑他熟。而且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我现在跟我的妈妈生活在一起。我在成都的郊区买了一个小房子。其实我从中专毕业过后就一直在疯狂打工存钱，直到我接触了喜剧，我发现演一场即兴喜剧我可以存200，演一场单口拼盘我可以存300，所以有段时间我就特别爱演拼盘，因为我知道爱拼才会赢。我妈妈看我这么疯狂的存钱，她也挺紧张的，生怕我要跑。我说：“妈妈，这个家。”没有人需要再跑了，谢谢大家，我是王悦，谢谢。谢谢王悦，喜欢王悦这段表演的朋友，喜欢王悦这段表演的朋友，再给他鼓鼓掌好吗？鼓掌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忘了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
谢谢你分享这么真实的故事给我们。要不咱们天真姐，你们先聊聊，让她缓缓。也哭了，也有点动容，对不对？我首先就想说的是，我听到你买房子了，我听到七七买包了，我听到你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了，我都由衷的为你们高兴。就是我觉得我们都是凭借自己的能量，凭借自己的本事，一步一步让自己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的人。我们要为自己加油，要赞美自己，非常棒。其次呢，我特别佩服我们的脱口秀演员的一点，就是可以把成长的经历，不管是你经历过什么，就是我相信你们过滤了很多真实当时的恐惧、不解、困惑，然后都把它讲成了如此正能量的、如此积极的、如此还好笑的故事。这没有人是悲壮的听这些故事，都是快乐的、享受的这些故事的同时，又看到了一个一个不同色彩的伟大的灵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你们都做到了。谢谢天真姐，谢谢。你喜欢香奈儿吗？我也可以送你一个。你把那个送给西西，我就去背他那个旧的。我哥做的那也能给你拿一个。哎呀，这段写的真是，昨天走台也有点那什么是吧？哭了是吧？其实我上开放麦的时候真的没有这么大的情绪过，然后昨天走台的时候，就是对着这个空旷的地方在讲这把段子，我才敢一个字一个字、一句一句的去评我里面写的每一件事儿、写的每句话。没有人需要再跑了。当时就感觉有点那种穿梭时空，在跟小的时候自己对话一样。当时感觉就有点绷不住了。我就晓得那天晚上就，哦哟，妆都化了，没得事。等一下，冷静下这个情况。我很希望把这一版故事拿到舞台上来演，因为我觉得是在帮我不愿意上台的妈妈，在帮小的时候的自己在讲这一番话。然后我也特别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观众给我的托举，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现在已经投完票了，可以跟观众朋友们透露一下了。因为王悦知道自己这一趴的内容话题是相对有一些沉重的，所以这个出场位置是他自己选择的。他也不想让其他的演员跟在他这样的内容后面影响其他人的表演。而且我们都知道，在嘻哈后面是没那么好演的。当然，演得非常好，懂的都懂。对。其实这个段子真的一直创作方面压力其实挺大的，因为害怕把观众就是一下拉到那个特别悲惨的故事里面。然后在我想讲这个话题的时候，身边所有的朋友嘻哈，然后七七，包括很多包括小璐姐，一直都在帮我改这个段子。那天去小璐姐家里面，就是一直拉通稿，他们就是那种边哭边笑的给我改，我就特别感谢大家，真的感谢大家，谢谢。是你很厉害，你很厉害。很好，我看很多观众也都有点这个动容，确实。哎呀，我现在过得挺好的，就是比你们在座的大多数人好一点了，已经。我们就要听这种话啊！哎呀，就是不用这样，因为慢慢来嘛，都会有个好的结果的，没关系，真的。他过得很好，妈妈也过得很好。现在对他和妈妈在一起的状态，特别像他像那个妈妈。在带孩子的感觉，每次他比如出去玩什么，带上妈妈，然后前2天妈妈不是有个什么去旅行被人骗了，买了一块玉，对，经济实力已经雄厚到了可以被骗啊。就是这一季，我觉得最能够触动我的其实是王悦，因为王悦每次拿的话题都不是什么轻声事儿，但是他永远能把这些不轻声的事儿，就刚刚他说的，我知道你们很紧张，我松着说，他真的这举重若轻，太厉害了。然后在结尾的这个，你说你今天很希望是能够克制住这个，但我知道一定克制不住，因为人呢只有2种情绪克制不住，一种是哭，一种是笑。当你忍住不想笑的时候，你放心，你肯定会笑出来的。但你觉得这个地儿不应该哭，你肯定会哭的。所以我觉得哭吧，高兴，我们是喜极而泣。对。我觉得这个他讲的非常好，他很有亲和力，就像我一样。长得也像是不？是。拜把子不？而且我刚才听你在台上就说的时候，就你的口音，川渝口音很可爱。你多写点那方面的那个段子。我主要怕大家听不懂，我那个能听懂，听得懂哈，听得懂。那我就说四川话喽。四川话很好听，是比真勇说的清楚多了。
王悦有一种能力，就是看到你就非常开心，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看到你就很开心。可能就是因为爱我。怎么放下话筒了呢？拿起来呀！又放下了。你真是拿得起放得下的，真是。王悦对付航强制爱。其实老师，我听了您的故事，我觉得有很大的共情，因为我自己身上有很多很重要的时刻，都是我的母亲托举我而达成的，所以我真心的希望更多不被看见的女性能够在多彩的生命里被看见。哇，谢谢你，谢谢你，苦尽甘来。我最后看嘻哈跟王悦这2段演出，就某种意义上是2个互文的那种感觉，就他们是完全性格、经历，可能很多事情都特别不一样的2个人，但是他们用着很像的方式，其实在写同一种故事，然后这故事又都说到咱们心坎里去了。这样，谢谢2位，谢谢。那王悦也是拿到了气氛组的4票满票，那这个拼盘最后一个直接晋级的名额也即将产生，究竟会是谁？请看大屏幕。恭喜王悦194票直接晋级，请前往晋级区，去吧，到你的朋友身边去。哎呀，其实上台那一刻就有点不想哭了，因为我知道我今天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话题，我知道我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可能这个5、6分钟的段子，在别人眼里面就是一个我的人生的过往，但是我知道这对我来说，对我妈妈来说是什么样的存在。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最不容易的人其实是我妈妈，她要背负到所有人对她的骂名，要背负到作为一个母亲，就是要放下自己的小孩。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如果实在是再不走的话，我就活不下去了。我如果活不下去了，我女儿咋个办呢？我女儿不是更糟糕更惨？我就觉得我必须要出去。但她一直中途都有在回来看我，她来看我一次，我们每次分开的时候，在大街上就是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因为我妈妈呢，我也知道她很多不容易，但是后来我们反正也好起来了嘛，就是我也好像能上台找到真正的光，然后好那么多的观众喜欢我，又能挣一点钱，然后又能把家里面就是弄得更好一些嘛。你那个啥子爱奇艺录的只出了第1期那个节目啊，就是那天他回来才给我看的，我没得爱奇艺的会员。我没得，本来就没得啊，是王悦才有。我给你买嘛。你看这个电钢啊，我妈现在发挥老年余热，她自己还在这里学这个琴。其实我跟我妈现在的生活已经比之前好太多了。我也很感谢当年我妈妈的出走，是她当年的勇敢，才有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我想这个成绩和排名放在这儿，大家就会发现直接晋级的朋友太优秀了，确实。那现在还坐在待定区的陈爱、南瓜、小海，很遗憾没有办法直接晋级到下一轮。我们也先看一下他们最终的得票情况。那按照规则，3位要暂时前往待定区。在去待定区之前，还有什么想和大家交流的吗？我们请来到舞台中央。其实能来参加节目就很开心了。我觉得今年我的感觉就是，这不像一个比赛，更像是夏令营，就是认识了很多演员朋友。我平常跟他们在一块儿笑得比观众还开心。真的，然后很多人给我很多建议，包括帮我改段子什么的，包括小陆老师、黑灯老师、阿成，还有大宅，还有徐指导，很多人都给过我帮助。我特别开心能来参加这次节目。然后我还有一个，我想跟于博说一句话，于博能进，我觉得比我自己进了还开心，因为于博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比我还不自信的人。所以他进了，我特别开心。你要相信自己，就是岳明之前跟我说的话，我跟你说，你真的很棒，你要相信自己。我觉得我可能是变化最大的，
因为我第1轮是用去年的状态演的，就是非常紧张，也放不开。然后到第2轮，其实也是上台很忐忑的，但是结果出来之后，我觉得我有了一些自信。恭喜小海194票成功晋级。然后到第3轮，我演出的时候，就是我第一次在录制的时候演出了一种线下商演的状态。我怕我一打开，班主任在那趴着。我第一次在录制的时候敢看观众，然后有一种在跟观众交流的感觉。就是我真的觉得，虽然分数是这样变化，但是状态是我觉得有点越来越好。我觉得小海真的很像那种一片小海里面有鲨鱼的那种感觉，就他一定是内心有特别多的很尖锐的部分，但他只是偶尔出现一下。还是希望大家去看小海的专场，小海不错。今年来参加节目，我也带着去年在这个节目上的照片。我一直很开心，哪怕淘汰，我觉得淘汰它不是淘汰，是我人生新的开始。然后希望未来就是自己多去感受一下这个世界吧。然后我再最后再对唐湘玉说一下吧。因为我知道唐姐其实也挺不容易，挺内耗的，我只能陪你到这了。然后后面的比赛继续加油吧。希望你能够挺到总决赛，拿到更好的名次，然后我们就结婚吧。不结婚很难收场了。然后唐姐加油，然后在后备间的黑灯啊，希望你也能拿到一个非常高的成绩，然后祝你们越来越好，加油！加油，南瓜，加油，加油！我觉得南瓜这次自己的改变，其实对他来说影响挺大的，冲击非常大。因为人最怕什么呀？也不怕你不火，就怕你是以一个别的形象火的。就是他去年那个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了，今年你稍微一这样，你能想象岳云鹏减肥瘦到120斤？哇，我没想过这画面。我就不客套了。其实我知道自己的结果。而且现场的票比我预想的还高，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帮助我，其实我走到现在就是不应该走到这个位置的，因为我能力不够，然后有很多人帮我发出声音，走到这儿。我其实最想说的是，其实很多来现场的观众你们很好，但我知道我的受众是真正能从床上爬不起来的那些人，我很在意他们。就是我觉得有些人很努力很成功的就是爬起来成功，然后励志，我们应该看到他们，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很多深谷里的人，就是很多深海里的人，爬不上来的人，我觉得应该看到他们。然后我这篇我就尽力了，然后我也尽量发出自己想表达的声音了。我很感谢这个舞台，谢谢大家。其实我想说，我爬得起来，我也非常喜欢您啊，就有很多爬得起来的人也非常喜欢您的，真的，发自内心的。会的，无论多还是少，我们来到这个舞台上讲这些笑话，无非就是看看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跟咱想的是差不多的。陈爱，我确实非常喜欢他最后讲的话我也很动容。我觉得人跟人之间有的时候不用需求互相懂，所以我觉得他是想给那些不被人懂且还被人攻击的人一些能量，这个发心我觉得很大也很好。陈爱她特像有一些大导演笔下的一些女性人物，就是她坚韧，然后倔强，不屈。你会看到她站在这儿，她拿着这个麦克风，她一动不动，她就有一种那种特有韧劲儿的感觉，就是哪怕你今天把我的麦克风抢走，你今天打我，我也要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令人感动，她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演员，然后也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后边她真的能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太希望她好了。感谢三位，请三位暂时前往待定间休息，谢谢。这确实是一场情绪浓度、能量都很充足的演出呢。最后再请问一下咱们气氛组组长四位，这一整场看下来的一个感受如何？我觉得我们喜剧之王还是很厉害的，就是比到第3轮了，还有这么多好作品，然后一个比一个炸，所以我很佩服大家的创作能力。总的来说，这个节目每次从第3赛段开始往后，就找不出一个不精彩的节目了。
啊，好像说前2个赛段确实有不行的，就是有啊，要不然为什么走？实话实讲嘛，对吧？都比赛嘛，就是啊，比赛嘛，比赛。然后因为好多老朋友们，因为我在每次后采的时候，他们问我对谁比较有好感呀，我一个老人我都没提，我这人就是喜新厌旧。啊，但是很难得，咱们这个老朋友也有新状态，新朋友之前没见过，咱们又特别有新鲜感，所以特别期待接下来的另外一场比赛。真的比我想象的要好玩很多，我觉得他们能量非常非常大。我只来这一天，我觉得，总决赛的时候，我想，哪怕我不坐这儿，我坐屋里，我也想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常来，一定要来，一定要来。你不刚才那儿占了个座吗？行，下回我坐那儿。我感受到很多，因为看了很多不一样类型的单口，然后其实我吸收了很多能量，可以让我回去更好的工作。非常感谢大家。是的，谢谢所有演员精彩的表演。最后我们也再来看一下本场的全部得票情况。恭喜所有晋级的演员，同时恭喜嘻哈199票，全场最高分，恭喜！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统一春福无糖茶授予你让观众心服口服奖，同时也为你准备了惊喜福利。那我们第3赛段主题拼盘赛的第1场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谢谢所有的演员，也谢谢今天所有现场的观众朋友，谢谢你们，也谢谢我们的气氛组组长，谢谢天真姐，谢谢大林，谢谢岳哥，谢谢妮达，谢谢，我们下期再见。恭喜你获得本期比赛最高分，请原地大象鼻子转3圈后，边做统一春福 pose 边完成加冕词挑战，简单。统一春福焙茶3重焙火，口口生香；1倍降苦，柔顺回甘；2倍提香，口口生香；3倍助醇，滋味醇厚。没有人跟我说过第1名今天要来当大象转啊！1瓶不够，这一箱可以带走吗？谢谢。吨，快乐正上头，感谢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的统一春福无糖茶独家冠名播出。现场的观众，你们快乐吗？快乐你就 vivo Life， 感谢 Live Photo 神器 vivo S30系列联合赞助播出。飞鹤滋养小脑瓜，脑力体力2手抓，感谢全球销量第1、聪明宝宝都爱喝的飞鹤奶粉赞助播出。想咋地就咋地，去哪儿都能叫滴滴，感谢陪你去往每一种生活的滴滴出行赞助播出。有问题找夸克 AI 帮忙多欢乐，感谢2亿人的 AI 全能助手夸克赞助播出。拉开乐宝笑发财，爆梗之王让我来，放开玩 Why not？ 感谢年轻潮流玩家乐宝啤酒赞助播出。掌声有请气氛组组长岳云鹏。我说师傅，你看人家都有这个股份，我师傅语重心长的跟我说，孩子，我待你就像我亲儿子一样。我明白了，没有？有。他决定要裁员，我啪一拍桌子，我说老板，我主动离职啊！老板说本来也是你。今天的主题叫做这个世界谁懂啊？我觉得我们组一定是非常精彩。我们这组平常在北京线下都很强。我写电影《喜宴》，给我改成了乐乐呵呵吃饭，沉默的羔羊，小羊崽子不吱声。你说这冰姐就是给人家一种大智若愚的感觉。大愚若智吧。这个就是你经常提起的那个说脱口秀的女儿，对不对？我说我不是，我是德云社的烧饼。回去你跟你爸说说，咱招进来得了。行啊。快，杨门在给马打气儿，我说。我还是干脆回村算了，回到村里种地吧，老年。我心想，摔跤会不会不是鞋的问题？孩子摔跤脑不好，多半问题在小脑。每次那种股票基金暴跌的时候，都会有人说：“哎呦，抄底的好机会。”
但是我看到我的基金大跌，我只有一个反应，就。我们这个赛段一共是20个晋级名额，各位和我们一起见证一下，到底是谁？快乐正上头！感谢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的统一春福无糖茶独家冠名播出。vivo 实况不用 P， 快乐全在 Life 里。感谢 vivo S30系列联合赞助播出。感谢全球销量第1的飞鹤奶粉特约赞助播出。首款定制大脑营养，聪明宝宝喝飞鹤，想咋地就咋地，去哪儿都能叫滴滴。感谢陪你去往每一种生活的滴滴出行赞助播出。有问题找夸克 AI 帮忙多欢乐。感谢2亿人的 AI 全能助手夸克赞助播出。拉开乐宝放开玩 Why Not？ 感谢年轻潮流有态度的乐宝啤酒行业赞助播出。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收工了喜剧之王。小海这一赛段感觉怎么样？我太开心了，他点外卖点了8个菜。小海在那个待定间披着那个毯子，像一个女王一样。我甚至演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个分数可千万不要超过辛博呀。于博终于绽放出一点这种小男孩的笑容。在 holding room 在那睡觉，我的真人秀导演问我，你为什么在那打电话？我看那玩意儿特别方便，就这样架在这里。现在指纹非常摇滚，摇滚不死，驴哥拉钩。每次只要侯佩岑一说话，我就回头看他在这，脸都红了。我要站在更高的舞台上，去给侯佩岑姐姐当保镖。假日限定游戏啊，喜丹泼水节。3、2、1，开始。我这个太有用了，这个。哇，这个好强，这个啊！什么东西啊？咋了？哎呀，有人吃裁判，我是裁判，别打我。台上是谁在领奖？不是我在角落啪啪啪领奖。你领奖了一个？排队排最后，合照在最边上。一开专场，我赶场，店里就响。老友升级，新人炸场。每周5、周6 12点，会员抢先看单口喜剧的硬核对决；每周日12点，会员专享喜剧演员们收工后的欢乐饭局。电视看爱奇艺就用奇异果 TV 畅享高品质视听，解锁100种追踪方式，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来爱奇艺创作中心参与喜剧之王单口季第2季2创活动，赢丰厚奖金。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多语言字幕，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上微博参与重生之我在喜单2当气氛组活动，为你喜欢的舞台发言。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百度搜索喜剧之王单口季第2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上百度 APP 看百度热搜 ，get 更多爆款内容。上百度搜索话题喜剧之王单口季第2季，共同参与讨论。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喜剧之王单口季第2季，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来豆瓣喜剧之王单口季小组点评选手表现，听播客上小宇宙 APP 听单口喜剧演员聊更多幕后故事。